水了！后院偏房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救火！从此世间再无业力之恩怨、牢笼，都烧干净。白侧妃新得了玉簪，燕王请了最好的月盘，摆了一整天的宴，而双落院连个杂应都没有，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布嬷嬷一个人身上。唯一的红烧肉是他攒了2个月月钱偷偷去厨房换的。王妃用膳了。她叫沈平霜，我的母亲，当今燕王妃。可任谁看了都不会相信，这就是当年那个一杆银枪破四方的第一女将军。知道了。我叶荔枝，她唯一的女儿，早就拿着筷子等在旁边了。今年我7岁，自记事起就住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。阿娘，你昨天说你当年一杆银枪破四方，100万敌军都挡不住你。那是自然。当年在雁门关，我单枪匹马冲进敌营，吓得他们连夜退兵300里。那些蛮夷只要听到沈平霜3个字，连孩子都不敢哭。那你为什么骂不赢争宠的白侧妃？上次她来咱们院子，指着你的鼻子骂了半个时辰，你连一句话都没说。叶栗子，不求你笑，只求你闭嘴。每次我说这些话，阿娘都会破防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王妃慎言。我讨厌布嬷嬷，她总是管着阿娘，比阿娘还像主子。王妃不可，一道菜不可夹超过3次。这可是布嬷嬷偷偷买的，阿娘就吃了2块，就不让吃了。为什么不把布嬷嬷赶出去？那为什么不找父王撑腰？父王是燕王府的主子，他肯定能管得了布嬷嬷。阿娘，阿娘！后来我才知道，阿娘嫁给父王根本不是因为爱情，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，而阿娘就是这场阴谋里最无辜的牺牲者。整个燕王府都知道母亲不得宠，堂堂正妃，院子里只有3个人，没有丫鬟，没有婆子，没有洒扫的杂役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布嬷嬷亲力亲为。有时候我看着布嬷嬷忙碌的身影，会觉得她其实也挺可怜的。她明明是太后派来的人，手里拿着太后御赐的金牌，连父王都要让她3分，却偏偏要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做着下人的活计。可一想到她总是管着阿娘，我那点可怜她的心思立刻就烟消云散了。那天是白侧妃的女儿叶明珠的8岁生日，连最低等的小太监都分到了2两银子和1块糕点。父王请了上京所有的权贵夫人摆宴，还请了戏班子唱1整天的戏。我趴在院墙上看那边的热闹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父王那样笑，他也从来没有抱过我，甚至他连看都很少看我一眼。我也想吃糕点，厨房今天肯定做了很多好吃的，说不定还有我喜欢的桂花糕。我刚溜到院子门口，就被人拦住了去路。郡主，不可！我就去拿1块桃花酥，很快就回来。不可！今日王府人多眼杂，若是被人看见，又要给王妃惹麻烦。可是我想吃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锦绣院那样？阿娘，你怎么还不睡？荔枝乖，快去睡觉。
阿娘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不，没什么。王妃，喝了安神汤睡吧，夜深了，天凉。王妃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您还有郡主，您要为郡主好好活着。好好活着。不嬷嬷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这样算活着？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阿娘落泪。阿娘，你别哭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保护你。我们回外公家去，有好多好多的马，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天亮之后，阿娘还是发起了高烧。不用请太医，一点小风寒，扛过去就好了。北辰，别信他。爹，我好疼，银枪，我的银枪。王妃，您放心，只要我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您和郡主。阿娘，你以后不要再生病了，好不好？我害怕。好，阿娘以后再也不生病了。我知道，阿娘只是在安慰我。阿娘的身子早就被熬坏了。老将军一生戎马，镇守雁门关数十年，是大魏的定海神针。他没有儿子，只有王妃这一个女儿，所以从小就把王妃当男孩子养。12岁那年，彝族大举入侵，雁门关告急，老将军领兵出征，王妃瞒着家里换上军装，跟着大军一起上了战场。那是她第一次上战场，可谁都没想到，王妃竟能一战成名。王妃15岁时临危受命接过了帅印。他一举击破了10万彝族大军，乘胜追击3000里，直抵彝族王庭。那天，整个上京的男子都为他倾倒。可王妃的心里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当今圣上叶北辰。北辰，等平霜长大了，朕把她赐给你做太子妃，好不好？天子赐婚自然尊贵无比，可我只想让沈平霜点头，她不答应，我愿意放她自由。先皇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太子叶北辰和燕王叶璇的储位之争也到达了白热化的见度。而太子身后是文臣集团，他们主张休养生息，轻徭薄赋。镇国公府手握重兵，镇守雁门关，是大魏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这也让镇国公府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。燕王府举办了一场宴会，邀请了上京所有的权贵。王妃本不想去，可燕王亲自派人来请，太子也让他看看燕王有什么动静。王妃想，只是普通的宴会，不会有事。堂堂镇国公府的嫡女，竟然这么不知廉耻！就是，怪不得太子殿下还没娶她，原来是早就知道她的底细了。双儿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娶你为妻。叶璇，是你设计我。双儿，我们是两情相悦。胡说，是你下了药。够了，沈平霜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，这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双儿，你别走，我不介意的。沈平霜在战场上被敌军俘虏过，他怕太子殿下嫌弃他，所以就想勾引燕王，结果被燕王发现了。燕王大度，愿意娶她。太子殿下幸好没娶她。爹，没用的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北辰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勾引他。北辰，你帮我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证明清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双儿，现在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我怎么帮你证明？那你带我走好不好？或者你纳我为小。我不会让你觉得恶心，我只求东宫庇护几日，等风头一过，我就病逝回雁门关去，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。双儿，你不能走，你去燕王府，替姑盯着燕王，只有你在那里，姑才放心。所以，那些好听的情话都是假的吗？以后会是真的，只要燕王死了，等我登基，你就是贵妃。贵妃，叶北辰，我沈平霜戎马一生为大魏出生入死，难道就只配做你的一个贵妃吗？这已经是姑能给你的最好的安排了。镇国公府不能倒，只有你嫁给燕王，才能稳住镇国公府，才能让姑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力量，打败他。我沈平霜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认识了你。王妃嫁给燕王后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后来白侧妃进府了，王妃的日子愈发不好过，而王妃被彻底遗忘在了角落里。没过多久，王妃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沈平霜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有今天。你死了，我就是燕王妃了。到时候你的女儿也要看我的脸色过日子。阿娘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顶嘴了。你醒醒好不好？银枪，我的银枪。好久不见了，老伙计。阿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身体还没好，不能下床。荔枝，没事的。回来了，当年的那个女将军回来了。荔枝，记住，阿娘没有输给任何人。我要见我的女儿。燕王殿下有令，王妃得的是痨病，怕衍平成瘟疫，已经焚烧了尸身。你说什么？焚烧了尸身？我女儿的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么会得痨病？叶璇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来了？
我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太医都诊断过了，她确实是得痨病死的。为了大家好，才把她的尸身焚烧了。你胡说！就算她真的得了痨病，你也不能烧了她的尸身。既然她嫁给了我，就是我燕王府的人，怎么处理她的后事，我说了算。那让我带她的骨灰走吧。你们困住了她一辈子，现在人没了，就让她归家去吧。不行，她是燕王妃，理应葬在燕王府，上京就是她的家。家？她在这里什么时候有过家？你太过分了！岳父，我也是按照规矩办事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满，可以去找圣上评理。那让我见一见荔枝，我想看看我的外孙女。不行，荔枝身子娇弱，免得吓到她。叶璇，算我求你了，让我见荔枝一面就一面。我说了，不行。王爷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倒是把荔枝吓出个好歹来，谁负责？还是锦儿想的周到。你也听到了，为了荔枝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平霜，爹对不起你，爹没能保护好你。平霜，你等着爹，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阿娘，今天是你走的第49天，布嬷嬷说过了今天你就要去投胎了，你能不能等等我，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找你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王爷今日下了帖子，明日便要抬白侧妃为正妃，今晚是暖房宴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阿娘才走了49天啊！这世上最凉薄的就是帝王心，王爷从来就没有爱过王妃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真是可怜啊，小小年纪就要跟着他娘去了，也好省得留在这世上受苦。荔枝，过来，阿娘带你走。郡主，醒醒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谁给王妃报仇？燕王府那个丫头治不好就送到宫里来，朕来治。这条命总算捡回来了。郡主命限，其短长寿，恐难长寿，唯有寄人篱下，庸庸碌碌可保平安。是吗？可你还没看到我的掌纹吧？大师，过了，一场戏就换走了我的嫡女身份。荔枝，大师说了，唯有庸落才可保你平安。沈明珠觉得无趣，就不会再来了。四书五经，君子六艺，能学一点是一点。原来这些书竟这么有意思。小丫头，小心点儿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来听过我的课吗？不认识了？你是薛颂，他就是那个圣上知己，许他自由入宫，口无遮拦。你是哪家的小娃娃？你若想学东西，我可以引荐你入国子监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不能让家里人发现的。这样啊。你若有空，可以再来这藏书阁，我愿教你。好，偶尔我也去听听别人的课。有我教你，
你用得着听别人胡咧咧？不挑，能学点啥学点啥吧。小丫头，你可以熄业了。方寸之间，能学的东西本就有限。你看你，书读的越多，心眼子越小。混账！哪来的刁民，竟敢冲撞太子仪仗？可是荔枝妹妹，不，我是土豆爹爹。吓到了荔枝妹妹，我杀了这个侍卫，给你押金可好？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太子和叶小姐饶命。兰草，看看我的帕子丢在哪里了。太子殿下，好巧啊！叶荔枝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荔枝，我要完蛋了！太子到访燕王府，本王的女儿怎么能嫁给太子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要嫁给他。反正以后他要当皇帝的，到时候我就是皇后。把他给我关起来！他们关了我3天3夜。听说了没？燕王之女沈平霜的女儿死了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等火灭了，从屋里抬出来一具焦骨。兄弟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镇国公亲自来征兵所了。叶荔枝已经不存在了，如果跟外公相认，那他的处境便会很尴尬。把我藏起来，那无异于欺君。哪里来的新兵？征兵所负责人呢？哦，这小子，国公爷，这小子虽然看着瘦小，但有绝华性。没错，我天生鼻子特好使。国公爷早上吃了馄饨，中午吃了麻酱烧饼夹牛肉，中间喝了一碗药，衣服上面有股消食味道，很淡。我认为国公爷受了轻伤。什么？痛快点儿！国公爷，您偷喝了至少半坛。小点声。沈南，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？躺好，扎针。20岁生辰，我将高丽大军撵出边境，成了玄机营最年轻的主将。22岁那年，我以罗刹小王子为质，换回了被抢走的2座城池。为什么不事先将计划告知国公爷？你可知一场战役中自作主张，会引出多大麻烦？因为我本来没计划呀，当时都到我手边了，不顺手抓一下多不礼貌。贪功冒进，早晚捅大娄子。你歇歇，念叨得我头疼。年轻人谁不想建功立业？当年双儿，咱家来迟了。你说什么？就离谱，对，就离谱！我打了胜仗，你还说我？你自个儿说说离谱不？哎呦喂，这就是一往无前、勇冠3军、斩将擒敌、所向披靡、锐不可当的黎之将军吧？这位大人，你先喘口气好吗？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有事？眼下您可是陛下的贵客呢，镇国公不年轻了，边关之后如何安排，终究要看朝廷的意思。进来。我不会。我也不会。荔枝，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但我得承认，跟着我前途有限。如今圣上下旨，让我等进京论功行赏。听闻庆功宴上，圣上会将公主下嫁，借此拉拢你。在边关，大家都是手足同袍，进了京却难免你死我活。不论最后结果如何，切记勿伤百姓一人。请教国公爷，我这枚筹码该落于何处？二皇子谋反了！
待赶到城外，已是遍地流民。整个上京被彻底封锁，什么消息都传不出来。这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地图，包括4门附近兵力部署。画图那人靠谱吗？不觉得他出现的太过巧合吗？我在路上捡了2人，书生叫东西，和尚叫不是。好名字。4门守卫森严，不知皇上与朝臣被困何处，贸然进攻，恐遭不测。报，二皇子派人来和谈了。王馒头，去查下河道有没有封锁。嘘，李将军，你怎么知道这条河道直通下水区？还能怎么知道？以前在城里钻洞钻出来的呗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汉臣夜待已伏诛，速速放下武器投降！大家不要乱！听说降者不杀，大家一起打开城门，迎镇国公入城，戴罪立功。镇国公辛苦，圣上体恤，特派我来协助国公爷。不是高僧东西先生，这边。请进！小心！谢谢。闭嘴！羽林卫统水先回宫复命了。他说若需要什么珍贵药材，说一声，他让人送来。赶紧脱衣服治伤，磨磨唧唧的。英雄且慢！爪子松开。卢神医，你那个女徒弟呢？叫她来，先止血。你醒了，我去叫师傅。臭书生，上京之困已解，该走了。和尚，你先走，我再等等。小东西，能进来吗？夫子，夫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这些年离开了上京，你过得好吗？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江湖不见，告辞。是你？虽然我很感激你救了我，但我还是要问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女扮男装混进玄机营？这不是你们沈家传统吗？一个个嫌命太长。阿娘走的那年，外公你回上京，父王不让你见我，你就在王府外给我唱歌。头发和你娘的一样硬，性子也像。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们呢？外公和舅舅虽不才，但总是能护住你的。传旨镇国公，即刻携有功将士入京赴庆功宴。怎么啦？不是和尚人虽欠了点，算命还是准的，不去行不行？怎么？我是大招的灾星？不是和尚昨晚你的命格合了星象，兵戈四起，太白一枪破万军，枪折命尽，这样也还是要去吗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一人换万人，值得。夫子，你记得吗？你说我夕夜那日教我的最后一课。我真后悔教了你这一课。薛松，你小子不是说不回上京了吗？上京的酒好。李将军，伤可好些了。此次你当属首功，可有所求？朕有个女儿，你要不要？公主封号不严，因为她生来便又聋又哑，圣上便赐了这么一个离谱的封号。也是，黎将军少年英才，配个哑巴过分了。末将没有嫌弃公主的意思。我让不言出来，虽然是个哑巴，但长得好看。上若要论功行赏，末将确有所求。爱妾何须行此大礼？起来说，只要不求朕的龙椅，其他又有何不可？臣女叶荔枝，恳请皇甫父彻查母妃沈萍香死因。
是荔枝！你倒跟平霜颇像。胡闹什么？非是病死的，有身可查。既然是生病，父王你又怕什么呢？荔枝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，心疼死母亲了。你父王不是不让你查，可你隐瞒身份，女扮男人入玄机营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你何不用战功换一份恩典，功过相抵呢？对，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好笑。从叶荔枝入京，直至禀明身份前来拉拢的朝臣不胜枚数，个个口称英雄贤才。可如今却因他的女儿身而翻脸无情，当真有趣。我虽不才，记性却好。我想想，都有谁来的？可以治罪，但非跳梁小丑说了算。行了，你别吓唬朕的爱臣们。叶荔枝刚立过功，除了圣上，谁有资格责他之过？圣上英明，断不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好你个薛纵，800年不见，你说次好话，如今却为了荔枝出言，不会是动心了吧？有幸教过草民的爱徒而已。朕准了，沈平霜旧案，神谕重新彻查。儿臣愿毛遂自荐，由儿臣全权主持此案彻查事宜。太好了，父王，是太子哥哥主审，他一定会还咱们公道的。闭嘴！荔枝，你这么多年没消息，父王担心极了。不愧是你母妃教出来的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谁不知道沈平霜的事？那种人哪里值得父王你念念不忘？叶离子，你敢打我！如今我才是燕王府嫡女。我母妃的嫁妆，你也佩戴？父王，你看他，我要我的簪子。平霜留下的嫁妆，自然归荔枝所有。你若有空，明日可回王府清点。君主，不是叶将军，皇上宣您上朝呢。叶荔枝呢？三品大将军怎么不上朝呢？行了，散朝吧。荔枝，你留下，陪朕逛逛御花园。这些年，你阿娘去梦里见过你没有？经常来坐坐，给我练练背脚什么的。那她提起过朕没有？从未。你倒是老实，也不知哄哄朕。万一朕龙颜大悦，赏你些好东西呢？是。回殿下，当年是白侧妃亲手调配毒药，暗中下给燕王妃沈平霜。栗子妹妹，姑可都是为了你。你看看，姑熬了2宿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太子殿下，叶小姐求见，想替白色主求情。姑哪有空见她？等等，让她去偏殿等候吧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好好回答，我便给你一个痛快。多年之前，你跟我母妃说你做的孽，当真以为无人知晓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都赢了，知道这个还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我曾是药王谷谷主的小女儿，有2个宠我的姐姐。那年你母亲率兵经过，我偷跑出去看灯会，回来时满门尽灭。我在山脚下被燕王救了。殿下，药王谷全没了。别哭，本王也不知是谁下此毒手。沈平霜性子真狠，不过是人家不出手相助而已，何至于此？原本想把你也送去陪他，却被皇上横插一刀。你服毒了？夫君说会追封我为皇后，我的女儿会是新朝最尊贵的公主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他说我母亲灭门了他家。胡说八道！沈平霜打仗向来不伤百姓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让人骗了呢？是父王，新朝公主，父王要谋朝篡位。太子哥哥，这是父王的保命遗诏，他的计划我都告诉你了。太子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让我母亲和父王远走江南，再也不回京的。父王不是真的要谋反，只是最近压力太大，神志不清。老实点儿！逆女，男人的话你也信？非谋反不得诛，先皇果真对你最好。太子，依你之见，燕王该如何治罪？凌迟处死。
太子哥哥，你别杀父王，你让他跟母亲走吧，我不做太子妃了，我跟他们一起走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罪臣之女也想当太子妃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母妃早死了，贬为素人，流放东海，永不得归。叶明珠，罢了，不牵连女眷，去吧。我痛快承认是我骗了白姐，药王谷是我屠的。其实原也不必灭门，但本王想来想去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红颜罪不仅是催情药，更会让人一点点失去武功。这一巴掌替母亲赏你的。你和镇国公手中兵权不少，若再加上我的旧部，皇位唾手可得。李直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按我朝传统，正式开始监国前，你可以提出一个请求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朕肯定答应你。儿臣想取业，草民也有所求。圣上，您前日提出让我担任国师一职，可朕记得你拒绝了。你可从来不曾对朕如此恭敬，这是真爱上了？不过是臣的爱徒，欺君便罢了，连自己都欺。准奏。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可是回府就这一条道啊。说你介意，我可以搬出去。不要！我要吃饭。麻烦来些木炭和生肉串。你会烤啊？略懂。愣着干什么？吃啊！夫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副业啊？比如烧烤堂一类的？你怎么这么迟钝啊？当年你离京后，我一路都在你身后跟着。盘缠花光了，就在雁门镇搞点小欧业，顺便住几年。一住就是10年？那咋了？即刻拟奏，朕本宫启奏圣上，边境初定，未顾邦交，愿遣公主远赴北藩，和亲维稳，即刻启程。启禀圣上，二皇子谋反一案，绝非二皇子一己之罪，乃是太子在幕后暗中推波助澜，刻意叫嚣。朕倒是没想到，二皇子谋反一事，竟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司空见识，构陷手足，狼子野心，罔顾亲情朝纲。即日起废黜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封号印王，圈禁终身。公主真是个狠角色，18年隐忍不发，一出手就将太子拉下马。不做刀俎，便做鱼肉，狠又何妨？在上京研究不行吗？如今外面乱得很，到处都需要人手，我最多就能分出4个侍卫保护你去。你再等等，等我腾出人手行不？跟谁你来我去的呢？要称我为这位天下第一的神医。回吧，沈南这人不爱干净，你盯着他回府，务必沐浴更衣。不过月许，我定归来。天降灾祸，必有妖邪，斩妖除魔，海业澄清。这太荒唐了，薛颂，想想办法。妹妹，不是会说话吗？下去跟阎王爷说吧。这雨水怎么带着一股药味？天道不公，宣之于口。天道不公，宣之于口。天道不公。这是卢神医。夫子，你身上的熏香和公主用的一模一样，你早知道对不对？对，一切都是你策划的，对不对？半对。瘟疫是医王一手炮制，我只不过借力打力。荔枝，对不起。拉太子下马，就这么重要吗？说我此生只能做成一件事，那一定是让太子永无翻身之日。薛颂和公主似乎很般配，一样的谋略无双，一样的不计代价。流放途中的燕王转道收编残兵，以1比5兵力将犬戎主力拦在了天穹关外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乱臣贼子的诡计呢？求求你们放他进来！你们看不见吗？他只剩一条腿了，他再也不会谋反了。圣上有旨，大开城门，迎燕王入京。看什么？我是乱臣贼子，不是孬种。皇帝，你受苦了。我自食恶果罢了。皇兄，边境形势不容乐观，我建议你，皇帝，
你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。都说军心难测，其实民心更难测。你可知沈平霜根本就未曾玉碎，叶离之可是你的种。皇上是心病，是叶将军下毒，我亲眼所见。拿下！不是他。父皇，那是谁下毒？我定为您报仇雪恨。朕都要死了，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？行了，都出去吧。朕想和丽离说几句话。荔枝，你腰间那半块玉佩，朕与她各持一半。你究竟是燕王的女儿，还是朕的女儿？臣愚钝，不解陛下之意。算了，平霜。陛下驾崩！报，依兰部南下犯境，连夺3城。报，犬戎罗刹同步骑兵3路直逼腹地。北线的情况最是危急，上京和外公的联系已经彻底切断，东海的驻军已经动身回援，我们只要守住上京防线，就能撑到他们赶来支援。最好不要把赌注全搭在东海驻军身上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来擒王的，还是来分肉的。若是收缩防御，死守上京，能不能撑到镇国公回来？理论上可以，但罗刹主力扼住了我们的补给线，若是拖延太久，与我们不利。到了此时，诸位还不朝拜新皇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罗刹和犬戎早已臣服于我。你脑袋上顶的是花瓶吗？现在还在做春秋大梦？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开始有点喜欢你了。荔枝，稍等。城防要紧，有话直说。对不起，我懂。叶将军，请留步。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你不问我吗？问什么？问你为什么当堂诬陷我？想来你自有你的道理。你还记得布嬷嬷吗？布嬷嬷，自我回京之日起，便派人四处寻访她的下落，可始终查无音讯。嬷嬷没了。当年那场大火，屋中若留不下一点痕迹，白锦必定会派人情急之他转身就走进了那片熊熊烈火里。对不起。嬷嬷说沈平霜在战场上抢回了嬷嬷儿子的遗物，所以她愿意还他一命。可凭什么？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母亲走后，我睡不好觉。布婆婆私下寻来助眠的香木，替我雕了这个，送给你吧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带着？一直带着。谁都不许退，本宫尚且在此。小心！放弃外城，人手不足，守不住的，你说了算。外城城墙有一圈火药。萧莲，你怎么早不说？都往内城撤，快走！都往内城撤，快走！不要！救命啊！我的妹妹也敢动？张坚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办点小事。你去内城躲起来。你要小心啊！陷阱布置好了，谁来当这个隐形的人？我来。我被刺中了，快不行了。这次你们谁都不许和我抢，快走快走，疼死我了。对了，柳家巷里有只小黑猫，我常去喂它，很软很乖的。若有人活下来，替我收养了吧，行吗？陆小九，命你先去探路，兄弟们随后就到。将军，别来太早啊！报！依兰国主力赶至城下，与罗刹残部结成同盟。城内粮草剑指已然见底，再耗下去，撑不过2日。既如此，我亲率本部守南门，萧莲领你部人马守北门。北门我同去，萧莲此人脑子不好使，总得有个正常人盯着才稳妥。东门交由王馒头与公主驻守，西门线下全是毒物，木盒放完毒物怎么也不知道回来。是。不去行不行？大师，你修为不够，4大皆空，怎么哭哭啼啼的？你就是仗着我喜欢跟你玩。薛颂，你……诸位，战后活着相见啊！陆小九，一会儿你
将军请吩咐。你是陆小石吧？是将军。你把将军的嫁妆踩碎了，你完蛋了，王馒头！以后将军嫁人，你得当陪嫁。你本来不是第10个吧？卑职应该是第17个。前面7个都牺牲了啊，兄弟们，对不住了啊！不是，这帮蛮夷带的什么玩意儿？是新人，还是上了寨家归国要的新人？开城门！我同意，这仗没法打。我是说出去迎敌，不然等城墙塌了就糟了。不是，国师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吗？活着不好吗？谁不怕死？跟我闯一遭！你就是个书生，出去能干嘛？只要能冲到那里就好。你不是最惜命的吗？去了可就回不来了。你替我告诉叶丽叔，我喜欢她，最喜欢。我才不穿那玩意儿！冲！雪松！好了好了，先不说了，等你好起来，慢慢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小荔枝，我就陪你到这儿了。别走，薛松，别离开我！你可知薛松原本命格，本应不负真心，不入朝堂，踏遍山河，长命百岁。可他偏因你踏入朝堂，自此红鸾星动，最后身孕命碎。我早告诫过他，30岁后万万不可踏入上京，可他还是为你回来了。你就这么把他丢下了？他是为你死的！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一刀捅死自己殉情吗？我不懂，叶荔枝长枪折断的那一刻，为什么竟在笑？一如我从来都不懂薛颂，我原是想让他做驸马的。臣不敢高攀。我哪里比不上叶荔枝啊？公主，爱比恨更不可捉摸，恨一个人一定会有个缘由，爱却不一定。请公主登基称帝，挽救山河。从小装聋作哑，蛰伏斗鸡，为的不就是这一刻吗？我该高兴的，可怎么又哭了呢？雪上路，何以夕？路夕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我生来便会算命，亲生父母当我是妖怪，把我扔在了这里。哟呵，还挺眉清目秀的。乱世里长得太好看不行。西边大凶。我在雁门镇把你放下，那里有镇国公镇守，安全的很，不用怕。我和他的脑回路怎么半点都搭不上？西边是大凶之地，去了要出事的。你记住，测运、测势、测吉凶都可，只不要给人测命。测命怎么了？测命多好啊，搞不好就能救人一命呢。我偏要试试。大师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我快饿死了，你愿不愿意救我一命？行啊，怎么救？想吃肉！救命！救命！看和尚也会喊救命。终于得救了，等会儿让官兵烧我一趟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到？你这和尚还不跑，等着做烤肉呢？施主高姓大名？薛颂。奇了，你竟然有2条命线！我能游山玩水到80岁，醉死在酒缸里吗？你第1条命线，不负真心，不入朝堂，踏遍山河，长命百岁。第2条命线，红鸾星动，身孕命碎。尤其是上京，30岁以后绝对不要踏入。那当然，我这个人可惜命得很，嘴上说着惜命，终究还是为一人踏入死局。我这一生拼尽全力，只想留住2个人，可到头来只落得一句人不服命，命不由人。倘若当年我从未同他说过，或许他不会早早收叶荔枝做自己的学生，一切悲剧便能从头改写。